那你对于复兴将来的这个生活有规划过？比如说，哎，将来参加工作多少年，会结婚生孩子这样吗？不会，不理想。因为我思想可能会超前一点，或者更符合现代性女性的一点，就是不想结婚，也不想要孩子。可以的，我叫范范，我是从山东烟台那边过来的。我是98年大学刚毕业，就来到了阜新这边，就是为了买一套房。你刚毕业就过来买套房。对，因为感觉学习还是有一点累，因为我又参加了考研，又参加了考公，学习这方面我感觉我卷不动了，所以我就打算就过来，先把我自己梦想先实现了，有一套小房子。嗯。然后这个实现了之后，就在这边躺一躺，给自己一段时间过渡一下。你过来其实是想过渡一下，对吧？对，没有上班，基本上嗯。刚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备考，之后备考的太累了，就在那种心累，然后后来就感觉不再想经历这种备考的痛苦了，就过来买房躺平，给自己一个心理舒适区。你的父母怎么看这件事情呢？我爸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我妈她说不同意，嗯。但是当时幸好房本不在我妈手上，在我哥手上，然后我哥就直接把户口本邮寄给我了。所以这样买房的话，挫折不是很多，因为我平时也不听我妈的话，她的意见就是我就听一下，但是我该做什么还是我自己做的。我了解的是躺平的地方有很多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来阜新呢？就全国各地有很多底价房，有嗯。鹤岗、广西那边，还有云南那边，都还是挺出名的。最后选择了鹤岗，就是感觉这边本来就是北方，我自己很青睐于北方这些城市，东北人比较多的城市，感觉东北人很豪爽大气。你很喜欢东北人。对，因为我又喜欢他们那种语调，那种东北人的语调，然后又喜欢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，嗯。然后我就对阜新这个城市更加青睐了。再加上交通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。最后一点就是房价真的很低，很适合我的预算，我就过来了。这边你来这有多久了？来了有2个月吧。什么感受？我觉得挺方便的，它就是基础设施都很配套，它每个小区基础设施都很配套。嗯。然后交通的话，阜新城市很小，基本上打个车20多、30多，就基本上能绕一圈的感觉了。那你在阜新的所期待的这种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就是我的理想化更接近于乌托邦的形式，想法都是很美好，就是鸟语花香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生活，然后偶尔出去买个菜，就是很舒适田园的一种感觉，有一种那个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”那种感觉。反正大概我的理想生活就是那种。那你觉得在阜新能实现这种生活吗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他们这边虽然工资比较低，嗯。但他给的工资是能够承担你这一个月的花销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躺平、给自己过渡期的一个城市。你会在这边找工作吗？对，我会在这边找，但我找的基本上都会是线上的工作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，线上客服，然后直播卖货，或者就是助眠主播，就这种。助眠主播。对，掏耳朵那种，就是 有小毛毛。ASMR 那个。对，就是是那个。叫那种吗？对对对，是那个。我知道在国外很多平台上有专门这样的主播。你是研究过这个方向是吧？对，研究过这个方向，性格啥的都还比较适合做这个赛道的。啊。都这么专业的吗？都开始研究赛道了，提前了解，提前了解。那你会一直待在阜新吗？这个后来预期没有想这么远，但我还是喜欢阜新的。我应该会在这里边待比较长的一段时间，5年、8年之类的。但是我如果有了更多的资金的话，我应该会往哈尔滨那边发展，都是北方城市。
为什么会选择哈尔滨呢？虽然更冷一些，但它那边比起阜新来讲，还是更繁华，交通更为便利。还有我更喜欢的东北。好吧，就更纯粹一点那边。对对对，是的。你买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啊？全款是花了2.4万。2.4万。这个价格来讲，是不是性价比很高？2.4万买一套房。能简单介绍你的房子吗？比如它多大呀、几层啊、生活环境之类的。我的房子房本面积是40.59，然后它是一个双阳的格局，但它卫生间比较小。到时候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带你去我那边看一下。它是一室一厅吗？对，一室一厅。我觉得适合一个人居住。我主要是对房子有很大执念，但是对空间没有多大执念，所以我觉得40平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房子有执念，是因为安全感的问题？对，就是安全感。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经常搬家，所以后面虽然有了他们自己的房子，但是我对于房子的安全感还是一直有执念的，就是想有一套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，哪怕再小。那你对你现在这种选择满意吗？我觉得很满意。有房子了，基本上所有女生都会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达成了有房的目标，下一步就是有车的目标。现在电动车的价格降得很快，在打价格战嘛，那我估计你的梦想很快也能实现。指日可待，到时候2、3万买一个女生的代步小车，我觉得很好的。那有车有房，你就觉得生活很幸福吗？对，反正目前有车有房，我就很幸福了。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啊。我心态就是很好。然后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是当兵过2年，然后我觉得在部队里面的受到的挫折教育是比较多的，然后那个时候对我的性格塑造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对，然后之前就会比较容易生气，然后进了里面之后，慢慢就感觉心态变得平和了，然后但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现在，就塑造的还是蛮成功的。那你当兵那2年，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？比如说我这个房子的启动资金就是我当兵的退伍费。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我备考公还是考研来讲，我都需要一定的资金、一定的生活费，然后我又不会问我爸妈去要，因为就成年了之后就很难跟父母开这种要钱的口。我不管是自己打算备考，或者是过来买房，都让我有一定的自信或者是安全感，支撑我来做这些事情，浪费一些时间在浪费对。其实有车有房的根本还是在手里有钱的。对，手里有钱万事不慌嘛，做各种规划都比较游刃有余。首先第一就是当前这个经济环境不是那么好，工作岗位可能也不是那么多，尤其是面向应届生的。对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会去选择考公或考研，那也就是所谓的大家都一起卷嘛。你对这种卷的现象怎么看呢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竞争的氛围。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唯一的选择就直接靠在上面，多给自己留点退路。但是反正就是，如果你参加了这些比赛，就能尽力还是尽力。毕竟是向上走的一个阶梯，也希望他们成功，但是也希望他们自己留给自己有后路，多一条选择，不至于失败了之后灰心丧意。那你对于复兴将来的这个生活有规划过？比如说，将来参加工作多少年，会结婚生孩子这样吗？不会。因为我思想可能会超前一点，或者更符合现代性女性的一点，就是不想结婚，也不想要孩子。因为我看了太多女性生产的案例，就是她们的后遗症是有很多的。再加上我也不敢保证我之后生来的孩子会不会像自己，因为我觉得能够像自己是一件比较悲惨的事情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性格有很多缺点的。但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呀。但我在别人面前呈现的状态都是完美的。这个不太可能吧？至少我人品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父母的话也是比较孝顺的。待人接物都是有分度的，有尺寸。基本上，然后我又有当兵，手里又有点存款，又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这些标签在外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女孩。
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性格还是有缺点的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。像你哪一样？自私吧，有点自私。人之常情嘛，我也自私，谁都自私。但是我如果这个缺点在我孩子身上的话，我就感觉会很失望的。什么样的人在你看来是完美的？完美的人，这个很难讲，但我知道我这样的一定不完美。我可能就更想说是，我的缺点我自己能接受，但是如果投射到我自己孩子上，我会很伤心的。父母知道你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婚恋观吗？知道，跟他争吵过很多次，battle 过很多次。然后我之前过年的时候，春节不是回家嘛，他也在跟我说，赶紧找个对象，赶紧结婚。然后我也就反问他们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找到了一个男的，是个家暴的，然后我过得不开心，你会怎么办？然后我妈当时就说，那就离呗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国家这个离婚冷静期是有一定拖延时间的。我也自己也害怕，我在那个离婚冷静期被打死了怎么办？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，不是很好的例子，但也有很恩爱的例子啊。怎么讲呢？我不是想要说服你。我知道，我在想，就是男生就夫妻很恩爱，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男性嫖娼比率是很大的。就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，你听他们的想法，就是这种还是挺好玩的。你坚决不结婚不要孩子，决心有多大？80%吧。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？就是女生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哪怕再便宜，最好还是自己在结婚前自己占有一套。这对自己的安全感或者是以后的婚姻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障。再加上女生如果有房子之后，她的贷款也会变得很容易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商业，摆个摊儿或开个店什么的，都是很有帮助的。这个就是新家对吧？对，这是我40平的家，然后这边是我打的入户门加鞋柜，这块是挂衣区，但是钉子还没装上，柜门也都没装上，反正大体先一个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2个门我都不打算做那种木门了，都是这种小弧形的拱形门。然后这就是我的厕所，可以看一下。但是我厕所比较小，基本上放一碗洗衣机就只剩一半的路了。我做的是蹲便个人习惯，所以改的这种。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卧室了，我床已经打好了，这是1.5米、1.9米的，榻榻米算是。然后这边就是定制的衣柜，反正对，这边这2边都是挂衣区，反正也区分的挺好的，上面都是放一些过季的衣服，这边放行李箱或放拖把。之后就是这边是为了隐藏管子，所以打了一个小柜儿，到时候厨房放不下的话，就在这一块放一个电饭煲之类的。这边有插座。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？装修公司给我的报价是2.3，2.3之后，但是我后面又自己增加了一些增项，比如说原本是仿瓷，然后我自己想变成乳胶漆，又加了2000，还有我的板材，原本都是那种有点像出租房的那种白色板材，然后我改成这种了，有点质感的，又加了2000。这种的。对。又加2000，那你这个下来得差不多3万。3万装修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你比这个房价还贵了，装修。但是里面每一项都是我很合心意的，每一处都是我想要的。